好了，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同染和分染以及提染和收官也就是说，总的来说，我们现在把基础的做完了以后就基本功做完了以后下面我们开始进行深入的刻画。深入的刻画以后胡和老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红色的地方咱们不画了画到这个程度就完事了。黄色的地方需要再简单的来表现一下。来，首先我们来找一个钛青蓝，也就是蓝色找一个钛青蓝或者蓝色，找个小碟子咱们调的注意了，调的时候要淡一点。正好呢，我该换笔了换根蓝色的笔。注意这个笔要我们用到这个。如果你要是染颜色的时候尤其是染这种水色的，专用的用这种水色的笔尽量不要用新笔新笔拿回来该怎么办呢？把它开笔以后用一段时间的水笔用上那么几天的水笔如果你画的比较频繁用水笔，因为这个新笔里头有胶新笔里头有胶，你刚开完笔以后，虽然给它开过了但是它的胶还有残留，你这样拿这个新笔去染这种尤其是水色尤其是这种水色，它这个很容易产生渣子。实色还好一点实色它本身就颗粒重颗粒重，所以你看我这个就是用过一段时间的水笔用过一段时间水笔，然后给它调。对，每次替换笔总得有个过程，你不是想替换就替换有一个过程。你看这个钛青蓝一定注意了，这个是基础的蓝是我们这个国画里面比较基础的蓝通过它可以调出花青花青是我们常用的。你看我们调出这种很淡的蓝一定注意是很淡的蓝，像清水一样。这就是淡的钛青蓝先调出淡的，一会儿再给它往更淡的调先调一个淡的钛青蓝。然后我们来正好我开一根笔，给同学们演示一下开笔。开笔的时候注意了这个帽就没用了这个帽就没用了。然后把它正好我不是水笔已经换成了那个什么色笔了吗？我给它把这个新的笔开一开，叫干开法。轻轻的都是轻轻的，揉一点别看我这小胖手噔噔的，其实我的用劲是很轻巧的用劲是很轻巧的。好，这就是开完了开完了以后里面还有胶绝对还有胶。你要是用水色的话100%一染完以后就开始揉到色渣了。那我们现在什么呢？给它跟水涮一涮这就能用用一段时间用一段时间，把它表面的毛该掉的差不多了，它里头的浮毛。淡的钛青蓝，其实我们看好了这个金国我直接就没涂颜色什么都平涂都没有涂什么平涂都没有涂。然后里面的这个里衬的衣服你注意了，像这些饰品和这个里衬的衣服里上吧，我们叫它跟这个里上基本是不挨着的基本是不挨着的，也就是它这个垂下来这里好像稍微挨得近一点，其他的跟它挨的关系不大所以不要给它产生太多的这个什么呢遮挡关系，主要是以什么呢？以这个金国和它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就是找到你这几个色块找到这几个色块，然后把它和我们其他的物体和它区分开。你看下面垂下来的是飘出去的所以基本它这也没有什么
这里就给它小沿儿平涂。这里面你看外面这个棱啊不要涂啊，里面要给它平涂。像这边。衣服这个棱啊，一定要注意了，这个颜色要淡一点啊，不要把它特别深。它本身这个衣服啊，不要抢镜啊，千万注意，不要抢镜。顺手把它这里，你像这里挨着的这些，可能离它比较近，比较远。好，我们给它这里面稍微涂一涂。就这个小角这里啊，它和这些小配饰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淡淡的表达一下，但是也表达的不要特别的明显，证明有遮挡关系，但是遮挡的关系怎么样？不明显啊，要这样的感觉。你看这里，这里就给它平涂，很深的夹角，平涂。遮挡关系，就太深了啊，太深了就遮挡关系。你看这里的遮挡关系就相对来说啊比较多。这里就稍微，他们俩之间的遮挡关系要比这个要强一点，因为什么呢？这里有手给它夹住了啊，给它夹住了，所以啊，显得他们要更近一些。这里的饰品就不一定挨着了啊，所以啊，只把它这里表现一下啊，他俩之间啊不一定啊，不一定，你想给它表现其实也行，不想表现也可以啊，按照这个。它是飘起来的嘛，这个是夹在从这个巾帼里头甩出来了以后啊，夹在里面的，是不是啊？它就不是那么太靠外了，就是手里头一抬，哎，夹进去了。这个正好在外头飘着，你看它俩的空间感还不太一样，所以要分清楚啊。你看这个我们就给它染个1到2遍啊就行，就这个墨色啊，就这个浓度的，然后。出来这种绿啊，就偏淡的这种钛青蓝呀，染出来的就很嫩啊，这个绿就很嫩啊。然后花青是什么呢？啊，花青是偏那种蓝黑墨水的感觉啊，这就是钛青蓝加墨。所以啊，染这种正叶稍微深入一点还好。你要是染这种啊漂亮的衣服，还是要换一些颜色。看，跟脖子这里，这里。这都是窄染了，你看刚开始就要窄染。哎，主要以这儿为主。它本身的面积就不大啊，同学们，就是这个里上啊，你看
我先拿颜色啊，先拿颜色给它区分。本身我是要染头光的，但是这个头光啊，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是用这个。然后注意了，染这个柳叶的这个反叶啊，染柳叶的反叶，不是正叶啊，也不要留水线了，这个你就贴着它左边，只染反叶啊，不染正叶。正叶我们用花青来染，因为说整个的柳叶啊，它这个我们要给它分正反。然后什么呢？柳枝和指甲之间的关系，哎，用这个太青蓝，嫩一些的。哎，你看这里有小结构啊，小结构给它分一下，是不是柳枝？把它吹干啊，这里头有柳叶，侧边啊，它这个外侧深，然后上面是亮，窄染，这边也是。柳叶稍微染一染，拿太青蓝啊。然后这边减小面积啊，减小面积，推匀。而染出来的这个反叶啊，就比较嫩啊，就比较嫩。刚开始啊，我们染这种草绿啊什么颜色，我更建议用什么呢？用这个成品色啊，成品色你色相准啊，是不是？你慢慢的，等你这个，你看我这又加入大量的水，是不是？就刚才那个太清蓝，给它调淡啊，调的再极淡，类似什么呢？类似清水了啊，你看这都有点重，有点颜色了。揪一揪，还是有点重啊，还是有点，一定要淡淡的，极淡的，差不多。你看，哎，极淡的这个太清了啊，这差不多了啊，这差不多了。笔肚子里多余的颜色啊，给它刮一刮，不要太饱和了。我们给它把什么呢？啊，把这个头光啊后面的给它晕染开，这个得往高一点，往高一点啊。首先这个头光啊，边缘你贴着它的边儿啊，注意了，是一个圆圈啊，是不是？往里面，从里头往外面给它逐渐的扩散。你看我涂到什么位置，然后从最里面给它大面积的晕染出来，最里面啊，你看，对，一定要注意啊，大面积的从里面给它晕染出来，逐渐变化，一定要淡淡的啊，像这里边，你看它是这么个圆圈嘛，所以它这个头光是这样的，一个小椭圆啊，小椭圆，到这里就没了。不是给它衬啊，它这个头光是这样出来的，斜着的一个大的圆啊，大的圆，然后贴着我们这个观音的这个周围啊，它是最深的啊，它是最深的，所以我们给它啊画个圆，这里你看画个小一点的圆。
里的话就，我从里面开始涂。你们也可以用2支笔，一支小笔涂里面，一支大笔涂外面。这里就是顺着它的边缘啊，给它往大走一走。极淡的这种台青蓝，千万别重了啊！你重了就发蓝了。我这个是画出来以后啊，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嫩嫩的这种绿啊，嫩嫩的这种绿，嫩嫩这种绿的感觉，不是一种发蓝的感觉，因为它黄色的底嘛啊，是不是？黄色的底。你看，稍微来点颜色啊，它这个就显效果。我从里面给它啊，轻轻的大面积的拖到最外边去。再来把它这个头光啊稍微晕染一下，有没有那出格的？有啊，像这里小结构补一下，刚才趁势给它补齐了。像这里有一部分啊，这里就是啊，这里经过了，这里是头光，好。小结构补一补，好，这基本啊一遍啊，1到慢慢的加深啊，一定注意是慢慢的加深，而且一定注意啊，同学们，一定要是等它完全干透了，你再染第2遍，要不然就容易起毛啊，而且一定注意这个蓝色是什么，淡淡的，极淡的啊，稍微来，你要是稍微重一点，这个就成蓝色了，知道吗？因为是极淡的啊，才能显示是一种嫩绿的。再往里有点变换的蓝色的啊，这样才能出现效果，这叫颜色叠加啊。我这是没办法了，所以得吹啊！你们能这个停一停，或者说是有表板的是最好的。一吹了以后，它这个纸就抽的厉害。为什么呢？它局部受热嘛，它不是局部干燥，它不是说是一起统一的，它是一起干燥。它要这样的话还平一些。就这个局部啊，它就容易抽，不平衡了嘛啊，它内部受力不平衡。你看现在染完了以后啊，淡淡的若隐若现的，是不是？就要这种啊，就要这种感觉。然后在第2遍就要减小面积了啊，减小面积了，一定要注意，第2遍开始减小面积啊。减小面积不是说是刚才是一个以圆为半径啊，减小的这个圆。
那这里还是要大面积的给它拖出来，像这里啊，就拖到叶子上它都没关系，不显啊，这都不显啊。你感觉很深，等它干了以后呢，一定注意啊，我们这个蓝色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很那个什么的啊，很淡的这个蓝色啊，很淡的这个。你看这里我都是啊，你看缩小一个面积的这种感觉。一节儿一节儿的染啊，一节儿一节儿的，不足的就给它补足了啊，足了的就给它减小面积。这里上面啊，必须得给它涂到。从这里啊来。你看2、3遍啊，我们这个头光啊就给它衬的差不多了啊，衬的差不多了。最后啊，最后可能吹咱再来一遍，就完事儿。行啊，最后小面积的圆形加深啊，圆形在哪儿呢？注意，就是这里，这个圆，你看，就这么个圆啊，就是头这里这个圆啊，这个圆在这里，你看是不是？所以你要面积要小了，这次一下缩小了啊，不是说逐渐缩小了，这个一次性就要缩小。缩小的这个范围看到了没有？残色给它怼进去啊，像这些。你看是不是？这里稍微的来一点，这里过来太多了，笔中的水分太多了。这里过来啊，你看。这里就一半啊，这里就一半，是不是？头光这里不是全有了啊，又一部分，面积很小。残色把这里画出来，对，就是这里啊。然后这边，你现在感觉深啊，其实它
干了以后就又浅了啊。你看这里，这里啊，是不是？这里。拖还是要拖出来的啊，把这个颜色拖还是要拖出来的啊，逐渐把这个中心啊，你看往中间啊，往中间给它聚，边上就不要给它聚过去了啊，是不是？中间给它聚下来，这样的话，你看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头光就感觉出来，要不然你不知道它后面这个啥，是不是？一染出来以后，圆不圆，黄不黄啊？是不是这样的？正好你看这个头光一个大大的一个大圈啊，斜过来的，斜着的一个大椭圆嘛啊，是不是？跟着身子也是，咱们是个斜着的圈。你要正面是个正圆，这就是个椭圆。好了，接下来我们这个就完成了啊。然后我们来涂什么呢？来涂这个，你看这几个大块啊，这几大块。首先头光和身体，然后身体里头分脸和其他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像这个白色区域，还有手和这个筋膜。你首先那个筋膜，它这个东西，筋膜和这个，咱们就说这个白色的披纱，它其实有个专有名词叫筋膜。你看脸和筋膜之间的关系肯定有，是不是？然后筋膜和脸之间的关系肯定有，然后这个头冠和筋膜之间的关系有，筋膜和头冠之间的关系，你看它俩遮挡，它俩遮挡，它俩遮挡，互相遮挡，是不是？然后筋膜和这个手之间的遮挡关系啊，有，你看筋膜和衣服之间的，我已经刚才表现过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先把这筋膜的这个，先把它和就是筋膜这整个的筋膜和其他的物体发生的所有关系给它表现出来，你这幅画就差不多了啊，是不是？然后下面的里衬啊，下面的里衬还有什么呢？啊，还有这个衣服啊，里上还有这个飘带这之间的关系，它俩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个衣服和飘带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个饰品和衣服之间的，饰品和飘带之间的，啊，这个，你看这不就关系就慢慢就梳理出来了，看似复杂，其实简单啊，看似复杂，其实简单。那筋膜和它之间的，那就用赭石嘛，是不是？筋膜和皮肤之间的也是淡赭石啊，筋膜和这个黄色之间的也是淡赭石啊，然后筋膜和手和筋膜之间也是个淡赭石。那好，那我们下面第一步用什么？淡赭石啊，是不是？你看这很明确啊，这就出来了。要注意这种思路啊，要注意这种思路的这个该怎么染的思路。你说老师，我就不想听你这个思路，我就想你画一笔我画一笔，我说你画就行了。也行啊，这样，但是护科老师教的话，手眼脑不是都得教吗？是不是？这是脑，刚刚是脑，先说点脑的东西。有的同学可能学习就想听点脑的这个，喜欢听点脑的啊。有的同学喜欢先听点眼的，有的同学就喜欢听手的啊。这都是各取所需吧啊。不同的阶段的同学，不同性格的同学，各取所需啊，都是对的啊。护科老师都说都是对的，反正是学习。最终只是画，都能画出来就行。最终还是要一个画的这么个结果，是不是？所以我说画了才是什么呢？你别看这了那的，你画了才是自己的。好，差不多，淡赭石淡赭石，搓一下，你看就是这么淡。然后就开始也没有多少了，其实这么染的话，你看，首先，你看我都不用什么呢？我都首先夹角，是不是个大夹角？贴着边儿，大夹角。
大带角染完，把这个给它晕染开，是不是太远了，同学们？往低一点。大角角染，然后这里贴着金箔啊，贴着金箔，你别考虑头发了，这了那了，你别管它。浅色往深色染，是不是都是这？是不是出来了？上面贴着边儿。注意边缘啊，咱们这个边缘啊，我不小心就染到圈圈外了啊！你别看我们这个边缘啊，它这个不像我们普通画的边缘啊。如果你旁边不抄这个经啊，那你还可以点啊，还行。你要抄了这个经，你就不要给我染到边缘去。头发这里，你就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啊。头发你别管了，因为什么？一会儿我们照啊，还要照它。头发肯定要给它用这个比较浓的墨啊。你看，现在先把金箔的这个感觉先给它，你像这里提出来。它的饰品也分两种啊，一种是前头的，一种是后头的。然后这边你看，这是莲花，莲花和这个头冠之间，这是属于头冠的一部分，这忍不住就给它分了，给它晕染出来了。你看是不是？这首先把金箔啊，这就染的有点过了啊！你看染金箔，这个头冠和金箔之间，金箔也得染啊，金箔也得染。然后这个头冠，这周围你是不是得把，你看头冠的花在上，金箔在下。这种是压盖关系，给它表现一下啊，表现一下。你像这里，也不要尖端不要管，就是管它的根部啊，让它往外延伸，就是从里往外伸，从里往外探出来。所以啊，从里往外要逐渐变淡，它这个压盖关系。这样的话啊，它就有一个逐渐变淡的这么个过程，它这个空间感也好看。你要不就太死板，为什么有的画画的就死板？中国画同样是中国画，有的就画的特别死板，有的就画的特别好看的，它就是这个虚实关系的这种应用的非常的怎么样啊？应用的非常微妙。你看我这里就不是平涂了，你看笔尖残色，这里稍微的给它来一点。对，它在这里这一片啊，慢慢的从这里这一片是近的，逐渐变远，然后一会儿再缩小，是一个由外往里逐渐加深的过程，是不是？像这里就小夹角来一点，然后使劲的给它宽染开啊，有点那么个意思就行。像这里面就要以这种平涂为主，看这里就涂一半。就时刻掌握着一些空间感啊，也不是平着啊。中国画画的，你要是这就是演了啊。中国画你要把它理解成一个平面的，那我就觉得你这个就有点有失偏颇啊，有失偏颇，是不是？要它立体的。
你看就是围绕这个慢慢往开散，一会儿再染一遍，再缩小，是不是？再缩小，一定要淡淡的啊！染白色物体，我们第一节课就说了，染白色物体啊，它金箔是白色的嘛，只不过这个比较厚，不是那种透明的金箔。以前还能画成透明的，透明的那就复杂了。透明的首先造型这里你就都得画出来，但后面这些结构啊都得画出来，像这些，还有它的耳朵啊，这里的耳朵，后面的耳朵，全得画出来啊，画出来然后画的若隐若现，一下难度就提升了啊。所以啊，我这个就没处理成透明的。哟，这里面我少了一块底色，就是皮肤的颜色啊，没关系，我拿这个淡赭石啊，我给它涂一下。涂太快了，没关系，赭石也行啊，反正后期赭石加深啊，没关系，补一块，然后脸和金箔之间的关系啊，这里这是金箔，是不是啊？啊，这是金箔在这里。你这个珠子你就别管它了，不管什么珠子也好啊，后期拿重的颜色给它，都能给它遮出来，啊，是不是？还有脸部，脸部这里。对，这些都是挨着比较近的啊，挨着比较近的。还有这边衣服和金箔之间的这种。这稍微来一点啊，不来其实也没事。你看，衣服和脸啊，还要出梳框啊。衣服就这里啊，这里和上面来一点。这里尤其是这个角啊，你这个涂过来以后，这不就有了啊？是不是？你先把这些基础的，咱们一点一点的给它啊表现出来。剩下的金箔和这个手这里啊，跟手这里，你看，手这里也是啊，这个要考虑金箔和手之间的关系啊。关系首先啊，这个关系啊，其实啊，这个不一定挨着啊，不一定挨着，挨着也挨的不是特别远，所以还是以下面为主。下面稍微的夹角多一点，越往上啊就越没有了，这样的。淡淡的，也是怎么个理解呢？就是啊，把这个夹角处啊加深，越往上就没有了，来表现它的空间感。看这里，对，也是从这里交接地方往外辐射，越往外啊越没有。
你看这样的话一表现啊，你看这个经国基本来说和这个手啊之间又能分开了啊，但是这个空间感表现的也协调了。然后再说啊，这个经国和这个头冠啊，然后其他的压着经国，还有这里经国和脸部的这个关系。这个你看，这个要宽染。什么叫宽染？水比水分大一点，把这个颜色从里面扒开啊，大面积的给它晕染开啊，一定要把颜色大的面积给它脱开。对，这样，然后下面的这样也是啊，大面积的从里面最大的面积给它宽染开，脱出来。下面我们已经啊，刚才已经给它表现过了啊，是不是啊？下面已经表现过了，再给它什么呢？黄色的区域嘛，你看绿色的表现过了，我们加点黄，这没区别啊，没有，正好和上面一样，是不是？正好一起给它一条线下来啊，就把它看成一条线，一条线我们给它染下来。这经国这就画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然后接下来是这里，白色区域嘛，是这里，这里给它里面这些区域都是压着的啊，从中间压着的。这绝对是遮挡关系啊，面积稍微小一点。染白色嘛，面积稍微小一点，然后颜色淡一点。这边看成一个整体。像这个旁边是淡墨，你就别管，直接给它染到淡墨上去啊，浅的往深的染。你看边染啊，它这就边掉一些它没用的毛啊，虚的毛啊，就掉出来了。像这里，像这里，对，飘带和其他之间的关系，正好把它就表现出来了。像这里这边啊，这里其实是这样，这边平涂。像这珠子啊，像这种宝珠啊，哎呦，我半天我还没准备那餐巾纸呢，还没准备呢。宝珠啊，你就染上去也没关系。你看这里，它迟早后期我们要给它啊重色的。重色一覆盖就行。看这里，你看白色之间的给它这个关系就出来了。像这里，经国和它之间啊，也可以啊，也可以稍微有一点淡淡的啊，不要太明显。它在上，它在下。说到这个啊，正好把这个飘带，你看飘带周围，把它卡出来，衬一下，别管它周围有什么，反正给它顺着它的边缘啊，给它有东西的啊，给它漂亮衬一下。然后这里衣服。
衣服和皮肤之间。宽染啊，给它大面积的染出来。这里，这就是赭石啊，赭石给它把皮肤和这个饰品之间的啊。好，你看皮肤和饰品。挨得稍微近一点，有点关系。这些都要逐渐，构筑一定要自然啊，面积一定要大一点。夹角为主。现在啊，都是淡赭石啊。面积小容易什么？容易均匀，不容易整齐，是不是？所以啊，像这种淡赭石啊，你就一次性给它涂到了，不要特别淡啊，你就稍微像这种，直接上，看这里转一圈，看我涂的位置啊，看我涂的位置，水笔的动作。要学会观察，有些同学就爱跳啊，跳着看，跳着看，有些时候精微的这些技巧啊，他就看不到啊，知道吗？啊，跳着你有些精微技巧看不到。然后这个镯子和我们这个手之间，只要是不同的种类啊之间，就给它大概分一分。然后手和柳枝之间的关系啊，你看，对不对？手在前，柳枝在后，大拇指在后啊，它们三个之间的关系，给它染一染，是不是有点太还是有点远？我给把这个焦距调一下，我们看这个字是挺清楚。你看，把这染一下。皮肤，你看皮肤露出来的地方，耳朵这就属于分染了啊，耳朵和这个饰品之间的，耳朵和饰品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也是啊，它们之间也是这种遮挡关系。头和饰品之间的关系，这也一点一点的这里。让开，最后头和头发之间，头和头发之间，看这个染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啊。首先上面你就贴着染啊，宝珠呢不要管它啊，不要管它。染的时候要宽染啊，你看这些都是这样，主要是染这，把它染开了。宝珠不要管，你看直接贴，连头发都不用管。其实同学们，是不是啊？连头发都不用，因为头发深嘛。你现在染进去以后啊，它都怎么样呢？只需要啊考虑来上了我这个啊皮肤的位置。这需要考虑，其他的我都不考虑。你看这里，啊，像这个，你看像这个宝珠啊，我后期我都拿实色给它提起来啊，拿比较浓的白色啊、朱砂啊、朱标啊什么的，对不对？
所以啊，这就行了啊，这就行了。你看把这个一染完啊，同学们发现没，就没有多少东西了，是不是啊？就没有多少东西。像这个红色飘带啊，红色飘带，拿曙红也行啊，拿这个墨也可以啊，都可以，淡墨吧啊，拿淡墨给它稍微的处理一下。最好是淡墨里面加一点点紫石啊，我刚才大面积的给它宽染开，夹角地方多一点啊。你看从里面给它实色上面啊染墨啊，实色上面染水色，就有好几种，是不是？你看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出来了啊，就出来了。别的还有什么？没了啊，别的基本就没有了，剩下就是淡墨了。你光看啊，光看它复杂啊，其实啊，把它分析清楚了啊，分析清楚了，就没那么多的，没那么多啊，没那么复杂。首先这个淡墨啊，淡墨和什么呢？啊，淡墨就是头发了啊，头发和头冠之间的关系，那就上下压盖关系嘛。这个你可不能是染到那个哪儿了啊，是不是？这个的面积小一点。对，这个头发也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看，然后这边不一定有啊，这里就不一定有，因为它离得远了，这个可有可无。但是这个脸部这里啊，就一定会有滴，这个同意吧？啊，同学们，脸部这里是一定会有滴，边缘深，然后看啊，慢慢的这种遮挡关系，谁在前谁在后，是不是？啊，这是一定会有的。这个墨色啊，不要上来就把它涂得很深啊，很深。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涂法，为什么呢？万一你整体的这个明度啊，就是对比度啊，没有那么深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色彩感啊，色彩感。这个珠子啊，然后用逐层加深，同染、分染都要加啊，慢慢的给它逐层加深，你别一次性加深，除非说你说对这个画特别的熟悉啊，或者说这个要求一点都不高啊，那你可以。看这里，这里涂的时候一定注意啊，慢一点，前面我们大车大马惯了。这个淡墨啊，一定注意，你要是但凡一上去这种珠子呀什么的，你后期都不好遮。淡墨属于深色中的深色啊，是不是？看我这个纸呀，就抽抽了，现在就抽抽了怎么了？抽抽就不好用了呗？你看它这高啊、低啊、起啊、伏啊的。没有标杆好，是不是？凑合画吧，
这些遮挡关系，这就需要很精细了啊。这里就成了平涂了。这里还带点晕染。你看涂了一遍和没涂的啊，这里是上面是没涂的啊，它不一样，是不是啊？啊，这里你就这里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了。这里你上面有压着，下面有压着，就是跟着平涂就行。下面加深了，你上面也必须跟着加深。啊，至于说是你这个金箔啦，还有压盖啦，你这是考虑的没必要，是不是？好，给它这边面积大了，就给它，你看夹角处晕染开，晕染到中间，然后再往上，你上面不得有压盖吗？一节一节的来，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一个角一个角的来。然后到这边，先上后右，再后再下。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是就明显了？然后在这些小夹角有这种过渡就行啊，有这种过渡就行。最后下方本身就没多少露出来的头发。是不是这个层次感是不是就有了？最后这里你就平涂吧，这里没有任何没有任何遮挡啊，这全部都是遮挡关系，不说没有任何，全都是遮挡关系，是不是啊？最后啊，还是个淡赭石，这还好赭石还在啊。把这个你看白色花啊，是不是贴着它的边缘？给它水笔过渡一下。这叫衬啊，是不是？衬上层的衬，把它衬出来，统一的啊。正好我们这，刚才我们掏了一下这个金箔，你看现在我把这个白色的花一衬啊，正好把中间这里啊连金箔带什么呢？带它这些的这个黄色的这个饰品一起压了下去。
你看连中间加强了。这个绘画的步骤，你看一下就不一样了，这里也是。这个叫窄染了啊。在这里后面，注意不要染到它的头光上啊，这边是有头光的，不像那边那么统一啊，那么统一，这里就有头光。你看，把他俩之间的关系啊确定好，然后这里中间这个的，对，中间你别管啥啊，你是得把它抻出来，这都不是一个物体啊，这属于单独存在的。你先把它们这些区分开啊，区分开，然后再怎么样，咱们再逐层深入。刚才我们这个两个区分开了，然后它这里还有遮挡关系呢，是不是？这都属于白色系。对，把这几个区域啊给它分清楚啊，分清楚。接下来我们这个同染就差不多了啊，最后把头和脖子。对，头和脖子分开啊，头和脖子属于两个国家。头是头啊，脖子是脖子，两个局部啊，大面积的给它分开。你看，现在这么一弄啊，你看我们这个整体感啊，基本就出来差不多了啊。还有这个淡墨，这个淡墨里头的里上啊，这个衣服这里需要给它我这就不叫淡墨了啊，这叫中等偏淡了。主人，现在是下午5点整。它大的方向是从这里边缘往中间啊，逐渐的变深。它这里不一定跟挨着的，但是它有一个固有明暗，就是说这里有衣服，衣服和这个衬着。你看这个绿色的衣服和这个墨色的这个里上，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这种关系啊，是不是？不一定是这个红色飘带给它的。下面正好是衣服这里。那把这个里上啊，你看这个3个方向，这一个方向，这一个方向，这一个方向就是和它之间的，它之间，它和这个里上之间不一定有啊，不一定有，但是这个白色的这个系的这个飘带和里上肯定有啊，这个你也许是一个链子嘛，
挂在胸前的这么一个链子啊，是不是和这个飘起来了？就是我们项链不一定贴着的项链啊，它有一个稍微你看一个挂着一个很那个什么的，所以啊，刚开始这个区域啊，你就以这些区域为主，一点一点的来啊，一点点来，也就是说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你别一次性全染上去啊，全染上去也不现实。看这里稍微来一点，然后给它残色笔中的残色往远走一走啊，你看，这样它从深到浅的过渡啊，它就有了，对不对？这边你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啊，你都能调整修正它的这个形状，让它这个形状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好看。看这里边找夹角，像这边挨着的，挨不挨着这个饰品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是挨着我们的这个飘带的。看这里啊，这不就是慢慢就修剪出来了吗？是不是？画空笔后啊，其实啊，我前期啊就是稍微有点粗糙，越往后啊，你就会感觉啊，越往后越精致。看这里过的，你看这里稍微修一下，还能把它的这个结构修一修。像这个夹角，你夹到什么程度，你就先染一边啊，先别管这里。对，先染一边。这个墨色啊，你要给它染开了啊，这也是一个基本功啊，也是有难点啊，重点和难点。不是说我看着我轻轻的染，你们就能染得很均匀啊，不是这样的。你们要注意这个节奏，还要多练习。墨色不好染。当然了，这个墨色虽然不好染，还是要练习啊。我们后面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后面可能啊有一个专门的课啊，专门是用来练习墨染的。有个大致的方向还没确定啊，大致的方向还没确定。像这里这个区域就给它平涂啊，这里就是平涂，边缘给它卡个夹角。你不要考虑这个珠珠串串的这个夹角关系了，考虑的就是它这个你看，就考虑它的这些上面这个小金啊，小这个小袋袋吧啊，我都不知道叫啥，肯定有专有名词啊。你啊，就是记得一个飘带，这名词肯定有啊。这里稍微来一点啊，这里稍微来一点。
这里就好说了，一定要卡的精致一点。是不是这里卡的精致一点？小夹角往上涂晕染啊，这个夹角可能是挨着比较近吧，啊，来一点。向这边修一修它的方向，修准确了。染的面积啊都不大，是不是都不是那大面积的，都是那笔尖揉开的。然后这里，你看这个小角，我一直都没管它，现在管。啊，是不是贴着它？像这个我们就能分析清楚了啊！你看它和什么呢？它和这个衣服都有遮挡关系了，那它肯定和我们的这个衣服啊，这个衣裳挨得比较近了。你看都在衣服里面了，是不是贴着的？所以啊，你看一节一节的给它，这边就挨得比较近。像这里不一定啊，这里真不一定。不一定也卡一卡。好，这里肯定是挨着的，看这不一点一点的，我们给它表达出来了。同学们看懂了吗？知道个怎么意思了吗？中间啊，边上，它这个遮挡关系啊，前后关系也不是随便来的啊，也不是随便来的，是不是啊？慢慢的啊，慢慢的给它一点点的揉开啊，这样的话，它整体的这个立体感啊，就有了。来，我们我们就是现在啊，就这个现在这个角度看一下。你看它整体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染到这个程度啊，就差不多了。这个淡赭石啊，我们再把调整一下焦距啊，差不多。有一些同染的这个最里边的一些区域啊，我们给它加强啊，加强，比如这里。小面积的啊，夹角处，
看这里，逐步加深啊，逐步加深。你看这些，这里的状态。对，看这个也能给它往下压一压啊。为什么这样也能压呢？用到的是我们3原色叠加成灰，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这个首先是绿色，绿色加蓝色，绿色上面加蓝色，属于蓝，绿色是怎么来的？黄色加蓝色，加蓝色还是属于2种颜色。但是我这个加了赭石，赭石是怎么来的？红色加黄色，橙色再加点蓝，它里头有红的成分，所以我这个赭石一上啊，它就往灰了变了啊，往灰度变了。一灰了以后，它的明度就往上提，啊，明度就往下降啊，一降的话，这不就出了这种遮挡关系加深了吗？啊，是不是？正好我把这也染了，这就是个颜色的基础颜色的这个理解啊，基础颜色的一个理解。你像这里。你就给它统一的，你看，就顺着它，把它统一的给它，就这个黄啊，就这个飘带，中医这么多，我就给它统一的染，绝对不会出问题。你看，这不就下来了吗？是不是？像这边，像这个飘带啊，衣服，你看这个衣服这里，我有这么多，好，你看衣服的里衬，我这里还没染呢，忘染了。正好给它盖一下，给它染过来，正好把下面这个白色的区域，我们也给它盖住了。这就是统一的染啊，一定注意这种统染啊，这个统染的概念就是统一的。我先把它的几个大块啊，我给它分一分，像这些小面积的。啊，这里给它分一下，小角落，很小面积的就给它分啊，很小面积的，卡一下。啊，这个手你看是不是和手和这个多少有点区别了啊？是不是多少有点区别了？对，像这些小区域再加深啊，这就是大的方向了。这是染的并不难了，难在什么呢？难在这个，你看像这里。这个大圈子上面压着的，好，我统一给它染。你看，就这个环边缘，我给它，这就是一个大方向的给它染的啊。你看，这个环我占着4面都压了，那好，我压中间，我再给它边上一扫，中间稍微揉一下，哎，这就出来了。你看这么一下的话，整体。这里稍微不够一点，贴着点边儿，稍微加强一下。小面积加强啊，小面积加强，是不是啊？然后最后皮肤这里啊，皮肤和我这个内上之间的压盖关系啊，给它这里稍微加强一点，这就小面积了啊，小面积的加强，像这些夹角处。这个皮肤这里啊，一定注意不要过了啊，稍微来一点就行啊，因为我们后期还要给它加深，还有很多区域给它加深。你看这里，所以啊，找夹角稍微来一点，千万注意别过。脖子两边啊，来一点。
好了，我们同染啊，就到这个程度就行了啊，同染到这个程度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分染阶段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分染阶段。你看这样染出来以后啊，你看大块的啊，起码我知道啊，除了脸以外啊，其他的几个区域之间谁在前谁在后，哎，这我是知道的，是不是啊？你看像这些谁在前谁在后，远远一看去，哦，有这么个意思了。至于说里面是什么细节什么细节的，这个我们啊由分染再给它这个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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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它分开以后，逐层再深入，是不是？好了，同学们啊，这个同染阶段我们就到此为止。接下来我把它扫描完了以后啊，我们进行分染。